青鸟这几天其实喊一直到处在酸馆长说舔共识，绿媒哦，他们一直在想说到底要怎么处理馆长。一个吴峥首席发言人，天天看着馆长，天天骂，天天讲，你越骂馆长流量越高。梁文杰他是连这些发言人都不如。过去民进党从蔡英文到赖清德，每一次民进党出来洗地，所以他们会就事先去想好梗去攻击国民党、攻击民众党，对，形容词很多，但其实没有什么力量，反正蓝白就是卖台。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梁文杰啊，今天呢特别开记者会，假装给媒体提问，酸馆长开不了抖音。你要进抖音直播啊，你要申请，有许多规范，有些是抖音自己的规范，有些是中共网信办或者中宣部的规范。那譬如说不能有大面积刺青，然后内容不能流于低俗啊等等。那以馆长过去的言论确实会被看成特殊分子，所以我当时就说这个是会有难度的哈。不过也许可能馆长还捧得不够努力了，所以我觉得还要多努力，那也许就会打动对方吧。就在梁文杰讲完没多久了，馆长的抖音就开了。我截图都是46万5千，哇，上头已经60万了。梁文杰，馆长的粉丝数比你去澳门花的还多。第一个，梁文杰已经开始，他说捧得不够用力，因为梁文杰你就是捧得最用力的人，所以你才可以当陆委会副主委。他当然知道要升官唯一的途径就是靠捧嘛，所以他第一个想到的是，他觉得馆长捧得不够用力。一个陆委会的发言人兼陆委会的副主委出来对一个民间人士，他就是一个企业家，你撇开他是不是 KOL， 你管他是不是政治的网红，他就是一个企业家。企业家到大陆去做生意遇到难处，你用酸的，你怎么不去算郭台铭？你有这个种吗？你没有种。你怎么不酸一下曹新成？曹新成，梁文杰完全没有抖音跟快手类似这样平台的任何经验。为什么他会讲说有刺青、低俗的内容，所以呢审查不会过？请你搞清楚，那个叫做你账号开通以后的创作内容，那是对于内容的审查。今天梁文杰完全没有做功课，他为什么出来酸馆长这件事情？说啊，因为你有大面积的刺青，因为你的创作内容是低俗的，所以不给你开账号。所以馆长其实当时在抱怨的是我开不了账号，而不是我的内容创作被打掉。梁文杰没有先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就乱批评，所以他只是拿一个他看到的抖音的审查的表面的这一套行政措施，就说馆长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梁文杰在这个陆委会副主委完全没有专业，你的专业不在这个地方，不要硬酸，不要硬讲，你只是分享你的升官之道，你把你升官的那个秘密讲出来而已，就是什么靠捧嘛。我刚刚看梁文杰开记者会没有看过一个正式部会的发言人开记者会是用那副屌样的。我自己当过发言人，我也当过名嘴。你不管是在媒体督麦的场合受访发言，或者你到政论解放当一个名嘴，都没有人像他这样讲话。梁文杰的语调，第一个他带一点心虚，第二个吊儿郎当，第三个他身体在晃，他是一个肢体语言漫不经心，但是又想要酸你一下，但又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能酸，没有着力点。我观察他那个肢体语言，我猜他应该是边讲边想怎么考谁，他甚至连梗都没有事先写好。过去民进党从蔡英文到赖清德，每一次民进党出来洗地，尤其比如说派什么吴峥啊、卓冠廷啊，出来用发言人身份洗地的时候，那个气焰还蛮嚣张的。所以他们会就事先去想好梗去攻击国民党、攻击民众党。对，虽然那些梗就是形容词很多，但其实没有什么力量。但至少形容词很多，至少你把那个句子都写好来了，一大堆的空洞的形容啊，反正蓝白就是卖台，没有其他的了，没有任何具体。可是我觉得今天梁文杰他是连这些发言人都不如。那我刚刚说的吴峥跟卓冠廷，他们顶还是党职，是党的发言人。你梁文杰，你今天顶着是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你对外就代表陆委会的门面。你今天一个等同外交部发言人的水准，然后你用这种态度，那吊儿郎当，事先也没想好要讲什么，然后边讲边摇摇晃晃，然后你也没有搞清楚到底馆长到底是开了账号没，内容被审查还是开账号受阻，你也没搞清楚。同样这一题，吴思瑶也受访，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位的表现。因为有一个很绿的一个粉专叫声量看政治分析，馆长7月10号直播观众数量还有19万，现在一路狂贬了。8月20号泛蓝观众直播还有18000，小草直播观众只剩下270，他到底怎么算出来没人知道。对啊，这吴思瑶说，馆长这段时间与中国频繁接触，被摸摸头、吹捧公手，所以到底是得到预期生活，还是大家被打脸失望了？以馆长自己所说，对于开设抖音账号也好，或者是其他平台发言，连卖月饼似乎都被中国设下层层限制啊。所以吴思瑶认为馆长应该点滴在心头，毕竟中国本质就是独
独裁社会，连一位网红都要利用网络平台发表言论、传达意见，都要被中国审核、喊卡限制。相信馆长现在点滴在心头，他这段时间所怀抱的中国大梦应该彻底粉碎了吧？这边我插一句哦，身为正统民国派的代表，我觉得他讲对了。我们现在的中华民国确实被民进党搞成独裁社会，被民进党搞成我们要在网络平台发表言论、传达意见，都要被中国政府审核、喊卡限制，还要被中国网军来这边 DDoS 来破坏我们的直播。我们现在正统民国派非常有资格讲话。对，这就是中国，中华民国，现在真的变这样子，本质就是独裁社会。对，我们很悲哀，但是它是现实。我从另外角度来说啦，第一个，吴思瑶，你曾经在前2天的时候，对于蒋万安表示卓荣泰应该要换谁当行政院长这件事情，你说管好你的事，不要对别人指指点点。他认为蒋万安发言捞过界。问一下，馆长开不开抖音关你屁事？他的流量好不好关你什么事情？你管好你自己的流量就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馆长点滴在心头。我现在发现，原来你是馆长的听床师，这还是充分证明了吴思瑶确实比较刁钻，他的发言内容不容易出错。吴思瑶再带一个，你看馆长，台湾人也不喜欢，大陆也不喜欢，两边都受挫，这个人在陨落。他其实想带的风向就是没错。洪慧婷受访，他的发言明显比梁文杰有料。至少就攻击的角度而言，吴思瑶的表现其实比梁文杰好。没错，对。那这么优秀的人才，怎么不让他去当外交部长跟陆委会主委呢？对不对？赶快让他去当梁文杰的长官，指导一下梁文杰。梁文杰还要再修炼一下。其实阿管要回来，他是礼拜2的时候，晚上的时候直播聊到这件事，所以青鸟这几天其实很嗨，一直到处在酸馆长说舔共失败，而且绿媒大做舔共失败这一题，谁跟进呢？苗博雅、王义川、王定宇、于北辰、李正浩、葛瑞斯，他们一直在想说，到底要怎么处理馆长？他们想是上一次馆长去上海，他们越骂馆长流量越高，没错。然后当时不是还出了一个管委会吗？天天打，然后我还加码酸就说啊，这叫管党啊！一个吴峥首席发言人，天天看着馆长，天天骂，天天讲，你越骂馆长流量越高。没有，其实就是因为馆长的粉丝基数太大了，所以他去大陆带大家开箱，真正的对岸是什么样子？这对青鸟的那种思想洗脑有一个震撼冲击，他们要立刻跳出来去回应。其实现在民进党忽略一件事情，以前他们喜欢说对你人格羞辱完之后呢，蓝的支持者自然而然会跟这个人保持距离，会觉得说，他被骂这么惨，我继续跟你好支持你，我很会受到波及，我会丢脸。对，现在不一样了，你现在蓝营的政治人物或白的政治人物越被骂，大家越喜欢。其实我观察是他们一开始不想打馆长，可是真忍不住。其实是谁忍不住第一炮，你知道吗？89是第二波这一波开炮的吗？对，因为馆长这一次是有地陪，有一个小姐姐就人气很夯，他们公司的领导加冕他，结果呢，帮人给他断章取义，变成说馆长被中共摸头，他一开炮，然后你就看绿媒就整个跟进。因为老实讲，823这一次绿媒没东西可以打他就先跟进，结果又让馆长这一波又烧起来。这里有2个关键，第一个是当没有流量怎么办？要找青鸟最讨厌的人，黄国昌再来就阿管啊。对，青鸟最痛恨的，因为他们认为除了国民党的挑衅这些之外，其实最大的 IP， 我老实讲就是阿管，所以骂阿管超有流量。当然，89流量一直掉，他忍不住，他开第一枪嘛，他开第一枪之后，绿媒就啪全部跟进。我本来观察，我觉得他们这波有故意放人。其实这一次流量是不错，但是基本上当然很难跟上次上海比，因为上海我上次讲那个有14的问题，但绿媒一直想算他流量，可是你想每天有个100万上下流量也是很好，可是整体来讲就没有上次那么亮，所以阿管一开始也很焦虑。那本来阿管在焦虑，他们就开始酸阿管的焦虑，结果酸着就擦枪走火了。89又开始习惯做断章取义吧，然后就爆了之后，结果这一波下来，结果我觉得绿媒的反应很好笑，94药科数就把89骑上去，新台湾加油了。完整的句子是我不会再来第4次，后来说我哪有说我不去原来是因为他说如果没有接到工商的话，财力没有那么好，要亏钱，那我就不去了。那他现在的这种反复原来是如果有人抖了，他就继续去，是不是？所以馆长他在做的就是陈玉珍口中丢掉那一只要饭的碗啊。先来讲为什么他讲话就仅仅1天这样，对，他其实在玩这个媒体制度这个讯息差，因为他讲的前面那一段，我们可能比较偏台派的，就会去针对这一点说，你讲这什么话？所以他就是也是包牌就对了，他包牌，然后他后面那一段就是给他的受众给那些舔共的小粉，给那些蓝白的受众去看。馆长上来直播也吐槽，上次澳门过去也吐槽，然后这一次又吐槽，他很怕说，抖音或是 B 站让馆长入驻的话，你这样会不会又给我常吐槽？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你有台湾居民居住证，其实你就可以办抖音了。就是有非常多管道可以办路抖或是下载路抖。那就说你做政治的这一块，那他在 B 站录它是馆长是想要联动，就 YouTube 开的同时双开 ，B 站也双开，那这样就会有一个问题。他如果在里面不小心讲到了，比如说64，比如说讲到一些很敏感的，那中国的观众也不是白痴嘛，他看懂他想说，民进党真的有你说的这样吗？那你是不是可以替换成共产党？那你说台湾没有民主自由，没有言论自由，然后你在上面一直在喷民进党，那我可不可以把这个改成共产党？你馆长可不可以示范一次喷我共产党？这个巴囧的评论有没有任何可以去分析的点？没有，因为他讲了一大段，我没听懂他要讲什么。你一个一天到晚在用假新闻、在创造造谣的方式的人，你好意思去教别人媒体识读？巴囧他的论述确实有很大的问题，他没有办法一个完整的、有脉络、有逻辑、有堆叠的论述方法。他就算了一句：“你可以去办一下大陆的身份证现在很好办。”没有啦，他就讲一个尝试，他就是永远抓到台湾有10%的人，永远是把对岸视为洪水猛兽。第一个，他们内心有一个强大的矛盾，一方面相信台湾的民主，又相信台湾的民主很脆弱。这群人就是这样，对，真的，我就不懂。那还是说你们认为不是你们要的民主就很脆弱？比如说这一次，所有的青鸟都觉得，哎呀，台湾的民主很脆弱，不然的话726为什么25-0？你们一定有问题，真的买票，581万元就是买票。他们那种是一种自卑转自大，就是你看他们相信台湾民主，又觉得台湾民主很脆弱，随时会被收买，随时会被渗透的这种人。我看这种人只有2种，一种是他们自己真的很脆弱，已经舔共，然后舔共失败了，所以他们自己亲身实验，对，真的很脆弱，只要人民币给我，我就立刻推投共的那一种，因为他们自己做过了，然后只是说在对岸混得不好才回来，然后跟他说不要相信中共，不要相信中共。第二种就是他们跟随了第一种的说法，可是第二种人他们一辈子没有去接触、了解、认识真正的中国大陆，所以他们永远在一个信息茧房里面，靠着想象出来的中国，然后去讨厌他，去仇恨他。那他们根本不知道真实世界的中国大陆长什么样子，就被第一种人利用割韭菜。所以这2种人都很可悲尤其是带头的人最可恶你看像巴囧这种人，对啊，你说我们台湾的民主在巴囧这种人身上真的很脆弱，随时你只要给他一点钱、一点人民币，他就立刻就投共了。另外我要讲的是，想象出来的敌人永远最强大。我一直提倡一件事情，多去大陆走走看看，真的去旅游也没有关系，多去几次。当你亲眼看到，哪怕是很表面的，哪怕只是走马观花，没有关系，去了你就会知道。不要一天到晚留在台湾，被那一些已经去过的人之后回来告诉你他有多可怕，但是这些人都捞得盆满钵满。